孙悟空是个心高气傲的猴子，别看他败战打过一箩筐，却很少认输。火云洞一战，孙悟空被红孩儿揍得奄奄一息，几乎小命不保。但孙悟空不承认技不如人，只道是红孩儿的三昧真火厉害，自己的眼睛受不了烟熏火燎。向观音菩萨求助时，观音菩萨让他拿起装满海水的净瓶，孙悟空拿不动，但他不肯承认自己力气不够大，只道是和红孩儿打过一场，损了精力。换言之，若搁寻常时候，定能拿起净瓶。取经途中，有许多妖怪的实力都不在孙悟空之下，其中最强者当属青牛精和九灵元圣，这两个妖怪都一度让孙悟空大伤脑筋。但是，孙悟空服这两个妖怪吗？恐怕未必，至少不会认输。青牛精法力虽强，但严格来说，他并没有打败孙悟空。青牛精和孙悟空打斗过2场，一场双方均持兵器，一场是徒手相搏，但2场均是不分胜负。青牛精既然没有打败孙悟空，心高气傲的孙悟空又怎会认输？九灵元圣倒是打败过孙悟空，但孙悟空也不会认输，而且还会有不甘之心，因为九灵元圣是偷袭获胜。孙悟空出战九灵元圣时，刚打死黄狮精，颇有些轻敌之心。九灵元圣乘机出手，张开9口将孙悟空擒拿。然而在孙悟空再战九灵元圣有所防备时，九灵元圣故技重施，便没有擒住孙悟空。真正让孙悟空认输的妖怪是一个妖怪集团的2当家，此妖法力高强，有移山倒海的本领，山神土地无不对他敬畏不已，因此竟被他当仆人使唤。此外，此妖的后台还非常强硬，乃至道祖太上老君的手下，所以连如来也不敢惹他。那么这个妖怪究竟是谁？他正是莲花洞妖怪集团的2当家银角大王。银角大王是个实力被严重低估的妖怪，很多人以为他之所以难对付，完全是因为手中掌握法宝。其实银角大王的拳脚功夫也非常了得，原著中银角大王与猪八戒和孙悟空均有过交战记录。与猪八戒作战时，猪八戒发起狠来，舍死的相迎，但仍然被银角大王率领众小妖杀得慌了手脚，遮架不住，败了阵，回头就跑。与孙悟空作战时，那个威风逼得斗牛寒，这个怒气胜如雷电显。他两个战了有30回合，不分胜负。行者道：这泼怪倒也架得住老孙的铁棒。可见银角大王的拳脚功夫并不比孙悟空逊色多少，但如果论整体实力，包括拳脚功夫和法术咒语，银角大王便可能在孙悟空之上，因为他有一项移山倒海的本领。原著孙悟空与银角大王出战，银角大王使个移山倒海之术，便将一座须弥山压在孙悟空身上。见孙悟空不惧，且将须弥山挑了起来，连忙又念一段咒语，将峨眉山也在孙悟空身上。这2座山的重量恐怕比如来的五行山还重，所以孙悟空当场被压得喘不过气来。不过孙悟空还是能略微挑动。银角大王见状，又把真言念动，将一座泰山潜在空中，劈头压住行者。这一下孙悟空丝毫不能动弹，纵然他有金刚不坏之身，也被压得力软筋麻，七窍流血。当初如来用五行山压住孙悟空，特意用铁子镇住，以免孙悟空逃脱。而今银角大王用3座大山压住孙悟空，没有铁子，孙悟空也动弹不得。直到银角大王走后，孙悟空呼唤山神，将3座大山搬走，才得以脱身。事后孙悟空抱怨山神听从银角大王的使唤，一旁的土地公解释道：那魔神通广大，法术高强，念动真言咒语，驱唤我等在他洞里，一日一个轮流当值里。孙悟空大跌眼镜，心想这银角大王也太无法无天，老孙这么拉风的男猴，也没敢让山神土地轮流当值，因此他更佩服银角大王的本领，不禁长叹道：天啊，既生老孙，怎么又生此辈？孙悟空这番话
完全就是西游版的寄生鱼和生亮。既然孙悟空都把自己比作周瑜，把银角大王比作诸葛亮了，可见他对他银角大王是心服口服。可越接近灵山，妖怪们越不把孙悟空的齐天大圣名号当一回事。大鹏鸟这个靠山硬的且不说，蜘蛛精、蜈蚣精、老鼠精、玉兔精、屁寒鼠陈三怪等一听名字就感觉很弱的妖怪们也很不把孙悟空的名号当一回，各种作妖。为什么？一，妖怪们实力强悍，根本不怕和孙悟空单挑。虽然蜘蛛精、蜈蚣精、屁寒鼠陈三怪等名字听起来很弱，但是他们真的很强。对付这些妖怪，孙悟空全都找外援了。他们都是没背景的妖怪，却全都让孙悟空吃了亏。最后除了蜈蚣精被毗蓝婆领走，其他全被打死了。二，妖怪们没有听说过孙悟空的名号，这在西游世界中应该不成立。孙悟空大闹天宫的故事，在西游世界中的设定是神仙妖怪通通知道，就算他们一开始没听说过，孙悟空自我介绍时也非常喜欢把猴头挂在嘴上，对天庭有敬畏之心的妖怪肯定会忌惮。三，妖怪们知道孙悟空的能耐，但不当一回事。为什么？我推测是因为孙悟空离道教的势力范围越远，其地位越低。在灵山，地位高的是正经受封过的被佛教正式承认了的佛陀或关系户们，而孙悟空在没有取得真经前不过是编外人员，类似前去考公务员的考生，能否被体系录用还是一个未知数呢。为什么离佛祖最远的大唐反而太平？因为西游世界中大唐是道教的势力范围，这意味着大唐境内的妖怪全部由道教管理，不服管的要么跑出大唐当外籍妖怪去了，要么被灭了。西游记原著中这个原因是很直白的。九天道魔祖师真武大帝曾对孙说过，我当年奉玉帝的旨意镇守北方，后来元始天尊派给我一个任务，让我领着神将和毒龙把北方的妖怪收复，将四方的异兽都统领，让天下变得太平。完成任务后，我就一直在武当山过着安逸的生活。我知道南边和北边都妖魔横行，但玉帝没有旨意，所以没去讨伐。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去西天的路上妖魔鬼怪横行，但大唐却乾坤清泰了。因为大唐是道教的势力范围啊，厉害且敢作恶的妖怪都被真武大帝这类神仙收拾了，大唐不太平，哪里太平呢？言归正传，《西游记》算是我国第一本完整的打怪升级流小说。孙悟空从石猴到72变的齐天大圣，这个套路被当代网络文学借鉴到发扬光大的地步。而唐僧师徒四人西天取经团队为什么越靠近灵山遇到的妖怪越凶猛，更多是出于文学创作需求。其中成长最大的就是孙悟空，从一言不合就金箍棒开打的独行侠，到后来懂得利用人情交际的社交达人，事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个人拥有再大的通天本事，也得按照世界规则来行事，才能不被规则抹杀。这大概是《西游记》所传达的主旨吧。